我們要去東京最大的離島——伊豆大島，日本唯一的沙漠。4年前那場火山噴發的時候，熔岩竟然繞過這個神社過去。天氣好的時候是可以看到富士山，我瞬間有點想哭的感覺。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我是乐吃购日本 Yui。嗨，大家，我是乐吃购日本的 Phoebe。我是Chi。为什麼今天是晚安，而且後面還有歐媽媽的呢？因為我們現在在東京灣，然後現在時間是晚上的9點半，快40分了。那大家看到我們後面也知道，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一個郵輪之旅，從東京灣出發，到底要去哪裡呢？我們要去東京最大的離島——伊豆大島。那船馬上要出發了，我們趕快要登船了。Go！ 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伊豆大島位於東京南方外海約120公里的地方，是伊豆諸島中最大的島，也是東京最大的離島，面積甚至比蘭嶼加綠島還要更大。島上有火山、沙漠、天然溫泉，整座島自然景觀非常豐富，所以一直都是東京人2天1夜放鬆旅行的人氣首選。前往大島有3種方式，可以搭飛機、高速噴射船或是大型客輪。這一次我們選擇搭晚上10點出發的サルビア丸號，睡一晚，隔天早上6點就可以抵達大島。除了能體驗在海上過夜，登船之後還可以看到甲板上非常漂亮的東京灣夜景，把東京鐵塔、晴空塔一次看個夠。如果肚子餓了也不用擔心，船上有很多自動販賣機之外，還有營業到晚上11點半的餐廳，可以一邊看夜景一邊吃大島特色料理。從上船的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有大島旅行的感覺了。很快就到了要睡覺的時間了。我們今天住的這一艘船呢，サルビア丸東海汽船，它總共有很多個不同的艙等。那我們今天特別為了要幫大家開箱不同的房型，所以買了3個從高到低不同的房間。那我們就要來幹嘛？抽房間。我來開講一下，這邊總共有就是特1等房、特2等房跟2等和室房，這個就聽起來蠻2等的。我們現在就來講首部最贏的呢，等一下我們後面這個就是特1等室，贏的等一下就可以直接開門走進去。不要跟我搶，應該是我吧，我是學姐。剪刀石頭。现在6點29分，我們已經出發了，正在我們租的車上。然後呢，我們現在是要從這個岡田港往園丁港，這2個港都是伊豆大島最大的這個港口。昨天晚上坐的那個東海汽船，它是有點類似開盲盒，就是不知道到底會停，就是岡田港還是園丁港。那這一次剛好它就停在一個比較不方便的岡田港，因為租車基本上都在園丁港，對，就是餐廳什麼全部都在那邊。對，但是不用擔心，因為大部分的租車公司都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可能會把車前一天就放在這個岡田港。很貼心呢。對，或者是一下船之後就可以趕快去搭這個黃色的接駁巴士，因為呢它不會等人，就基本上是配合船班的。大家一定要記得下船，趕快就去搭接駁巴士哦。那在島上的交通移動方式呢，基本上就是租車嘛，或是也有人包車。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我要肚子餓了。
就是這家某某某某的吃茶店，它就是在園丁港這邊走過來，大概1-2分鐘就到了。然後它非常人氣，剛剛我們到的時候大概6點多，然後已經大客滿，然後我們還要跟在地的日本人併桌，真的是也是蠻有趣的。真的哎，第一次跟日本人併桌，好害羞。它這邊呢是比較昭和風的，然後所有的餐點啊，還有店內氛圍都是跟伊豆大島非常有關係。像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我剛剛點的，它叫做卡夏吧。你看它裡面是包什麼？是紅豆餡哎，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甜點。好像是他們在地就是婚喪喜慶都會出現的一道鄉土料理。那你覺得跟这個就是叉粿有什麼不一樣？它吃起來就是比叉粿再硬一點點，可是那個艾草的香氣非常的足夠，然後它的紅豆沒有很甜，就是搭起來算是剛剛好。這就是 morning set。Morning set 有一個水煮蛋，我们来把它敲開吧。嘿，然後有沙拉，有這個果汁，還有一個吐司，這是大島現產的哦。還有一個是杯拿鐵。那這裡呢的咖啡是非常有名的，你看它的菜單都是大島特色。真的的地名，一些里沙漠什麼御神火，還有大島春，然後有各種風味、酸味什麼的。大家來這邊一定要點這個必點的。那我點的這個是呢，店家極力推薦的，叫做猫慢慢貓飯的飯糰，超大一顆，這根本就是淡水炸蛋吧。然後，那我自己覺得呢，它的這個花紋長得有點像虎斑貓嘛，三花貓的這個花紋，然後還附一個這樣子的味噌湯，然後跟一顆滷蛋，有點很熟悉的台灣味的感覺。表面上就是那種柴魚片，但它有用它的醬油醃制過，然後變成一種醬，然後貼在上面。因為它裡面是沒有料的，但整個吃起來很有味道，就是滿口下去都是這種煎魚的香氣。吃完早餐，馬上來爬三元山。那三元山呢，就是島上最大的火山，因為這邊就是一個火山島，所以就是最代表性，一定要來爬的。那我們呢，現在已經開車到山頂口的這個停車場的入口，然後等一下就是有5條步道，大家可以自由選擇。然後我們等一下要走的是紫色的這一條山頂遊步道，總共呢是2.2公里，會花大概45分鐘左右。到火山口這邊之後呢，就會有步道可以繞着火山口走一圈。那我們現在馬上出發。有爬山的感觉了。我现在是沿路上坡的状態，我覺得我3個月不用再運動。那我是覺得我們可以差不多準備下山嘍，我們去吃午餐嘍，拜拜，拜拜。接下來就由我來，感覺快到了，我們再加油一下。好，沒有人講話。神奇了！就在我們在這個三元神社參拜到一半的同時，這個霧就散了，藍天跟下面的一整片山都看到了，好清楚哦！哇，是不是？神明有保佑，謝謝。好，我們現在已經爬到快要接近山頂的地方，來到這個三元神社，而且突然參拜到一半，旁邊的霧都散掉了，山景很漂亮，很開闊。Phoebe 你知道嗎？其實我們現在在爬的這個三元山其實是活火山，40年前還剛爆發過。真的假的？那為什麼這個神社還完好如初？它有被影響到嗎？哦。其實這個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受到當地人民現在還很喜歡來這邊祭拜的地方，就是因為呢，40年前那場火山噴發的時候，熔岩竟然繞過這個神社過去，像摩西分海那樣。對，好神奇哦！
所以其實裡面祭拜的這個御神火山嘛，應該是有一些神奇的力量。謝謝卡米薩瑪，謝謝卡米薩瑪。To the couples in love and the seagulls above and any other living thing or creature I can think of, I wanna sing, I wanna sing, just wanna sing.這是什麼？这是哥吉拉。我們现在来到哥吉拉的拍攝地，就是这个火山口。那现在這邊是位於海拔758公尺的山頂上面，我們就是大概花了40幾分鐘才走到。它這旁邊有一個環形的步道，所以呢，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其實是可以邊看，然後整個火山不一樣的面貌，然後有些還會冒煙。整個望這個山頭可以看到，其實後面這一些山的土啊都是黑色的，因為其實就是這個火山噴發之後嘛，累積的這種火山岩啊、火山灰所組成的，然後再加上這個島上面一些海風侵蝕，只有薄薄的一層草長出來而已。有一個流行過的巧克力盆栽，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盆栽冰淇淋，怎麼又想到吃的？餓了是不是？肚子要餓了。这什麼地方？這個頻道好像 Discovery 耶，我瞬間有點想哭的感覺。我好像就是來到了一個真的是歐美的不知道什麼山群，超大的山群裡面。沒想到這個大島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致。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是日本唯一的沙漠，好想吃冰旋風哦！然後抹茶口味，可是唯一的嗎？我記得鳥取有一個哦，鳥取那個沙丘其實跟這邊的成因完全不同。這邊呢踩起來這樣子，沙沙的，就跟我們早上去爬山的經過有部分地形是一樣，它就是火山熔岩跟這些火山灰形成的。但是呢，鳥取那個其實是風吹沙形成的，所以成因完全不同，顏色看起來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哇，有一些火山灰現在下來我的臉上了，有啊，感受到了。那來到這邊呢，官方最推薦的就是躺在這個地上感受一下這個刺刺的感覺，還有日月精華，感覺都在這裡可以吸收得到。那我覺得這裡呢，比早上那個地方走起來呢更輕鬆一點，就是不怎麼需要爬山。但其實這兩個點都不太需要爬，蠻推薦新手可以來的，感覺都是步道類型。對，走到這邊又可以看到這樣寬闊的景色，其實我剛才看到還蠻感動。我覺得是以前從來沒有看過的那種壯闊感，真的就是有這種國家地理頻道走進去的感覺，對，太美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呢，是可以從三原神社，然後一直到火山口，然後再從這一側去下山。爬完山之後呢，現在要來到這間店，就是當地非常非常有名，建議一定要預約的一家壽司光，就是壽司料理。然後這邊的名物呢，就是鱉肉，我們今天要來吃鱉。鱉肉聽起來有點可怕這根本不是鱉肉啊！是鱉啦，騙你的！我們怎麼可能這樣對你呢？我們那麼愛你。它是用在地的白生魚，然後上面塗上島上產的辣椒醬油，呈現很像鱉殼的那個顏色。而且我覺得它口感是那種比較 Q 彈的魚肉，比較有嚼勁一點。醬油我覺得吃起來沒有很重的辣椒味嘛，濃郁，然後小小甜甜的感覺。它雖然是有加辣椒，但我覺得它完全不辣，就是一點刺激感都沒有。我點的是 Peko 石鍋 ，Peko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假魚。它這個石鍋的吃法是要把它先拌開。
好燙哦！我覺得这個很推薦給就是不敢吃生魚片的人。雖然上面是鋪生的那個甲魚，經過這個石鍋拌飯加熱之後，吃起來比較像是真的是煮過魚肉的那種口感。然後我覺得鹹度也是剛剛好，然後還吃得到一點鍋巴的那個口感。它這邊還有附一個湯，當你把這一鍋吃的差不多的時候，然後你就把這個湯倒進去，然後它就會變成有點像茶泡飯那樣子的湯泡飯。所以它這一個 set 就是有2種吃法，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就想吃有不一樣變化的。乾杯！我的是伊豆大島特產的明日葉嗨。明日葉呢，就是一種伊豆大島的農特產，它有淡淡的葉香味，然后但我覺得它酒味的成分還是比較重的。那我這一款就是伊豆大島特產的御神火的日本酒。御神火就是我們剛剛在山頂的那個火山口的神明火神。蠻清爽的一種味道，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哦中午很有負擔的感覺。推薦。好，那我们现在開車來到地方叫做 Blood House， 這個地方是一個大島牛奶專賣的農產品的店，然後有賣很多大島相關的農特產。那這邊的大島牛奶做的冰淇淋一定要來點。這邊點這是什麼？大島牛奶冰淇淋的 avocado。哦，還有氣剛剛點的這個 gelato， 也是用大島牛奶跟春花做的。哎，我覺得好奶哦，哇，奶味好重哦，而且是那種透味香甜的上來，然後重點是不會很甜誒，因為現在天氣很熱嘛，如果吃到一個很甜膩的，我覺得會很不舒服。但它這個感覺真材實料，水分跟那個奶的比例剛剛好，好解渴，好好吃哦。我剛剛喝了差一口黑咖啡，我覺得它黑咖啡是偏苦的那種，然後加上奶味很重的冰淇淋，超級搭，这個變成咖啡牛奶。可是都沒有看到牛牛。哦，因為剛剛店家有說最近的天氣太熱了，所以乳牛怕會中暑，然後就都讓他們回家。不然它這個店前面有大片的草原，非常的漂亮。但是呢，9月多的時候，牛牛呢又會再出來，所以他們是看天氣出勤。沒有錯，太熱的話就要在家吹冷氣。好讚它吃氣的，不能拉。春花就是山茶花的意思。春花本身沒有很濃的味道，但它有一點點那個花香，這樣表示它是天然的，真的花有看得出來。下面這個是用島的鹽巴做的，來吃口看看，蠻鹹的，比我剛剛的鹹一點點。就是有些海鹽是有點焦糖海鹽，我原本以為是那種感覺，但它就是海鹽。然後牛奶的味也蠻濃的，就2個綜合在一起吃起來，我覺得還蠻不膩的。整體吃起來就是真的是你會覺得是天然食材做出來冰淇淋的味道，讚呢！讚，這家我覺得一定要繞過來。我們來到是大島上一個非常有名的景點，叫做天之の切通。然後它呢是從岡田港開車到一個小巷子轉進來，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好拍的地方。它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古道，然後旁邊呢有2棵古樹盤根交錯在一起，所以呢看起來有點像天空之城的那種感覺。對啊，很適合放一些吉卜力的歌，或者是那個什麼你的名字之類的。陽光會透過樹蔭灑下來的這種感覺的時候拍攝是最好看的。好美哦！有沒有神隱少女的感覺？推薦，但是我有點難找。剛剛有個阿北會在旁邊指路，大島人就是熱心讚。来到大島公園裡面的大島動物園，這裡動物園完全免費，而且呢區域很大。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是動物都這樣子，有點像是野放的狀態，野生的感覺。對，然後就是很利用這個本島的一些地形，讓動物這樣自由自在在大空間裡面生活。現
像現在這只烏龜也太近了，大烏龜離我們好近哦，感覺可以快碰到，但是沒有碰到啦。对，但大家还是不要隨意的觸摸。它前面那一區假日的時候呢，會有這種小動物可以觸摸的環節的時間，但是呢，大部分的動物還是大家遠觀就好了哦。好可愛哦！啊，好可愛哦！天哪，我很少看到动物園裡面可以直接看到海的。然後我們剛剛一進來啊，就有一區是叫燃洋，聽說是全日本燃洋最多的地方。然後它的地形啊，就是利用自然的熔岩去建造的，所以呢，就很寬闊的感覺。刚刚還有看到超可愛的小熊貓，它真是蓬蓬軟軟的，超想捏。對，而且他聽說假日的時候還可以跟這些小動物有一些可以互動的，比如說摸它們或餵它們的活動。駱駝啊，這種超大型的動物也有，還有驢子、大象龜。對啊，這個動物園看起來小小的，但它裡面什麼動物都有。重點免費，真的是太推薦給帶小孩的家長。對。今天也是他們的同類，我也觉得他們的毛好漂亮，顏色跟他們一樣。說到島上的住宿，大部分人都會選擇住在園丁港附近。但如果想要感受更有在地味的大島，我們反而很推薦住在最南端的波福港。這裡保留了懷舊的港町街景，散步就很有旅行的感覺。這一次我們超級幸運，竟然意外訂到 Netflix 人氣動畫《畫完這個再去死》的主角家場景的參考民宿。一整棟的日式古民家，最多可以住到6個人，價格也很親民。推開門就是充滿木頭香氣的長廊，漂亮的日式庭園，2間榻榻米房間也布置得很溫馨，客廳還放着木頭的圓桌，加上民宿主人親手做的明日夜麻薯，真的有種回到阿嬤家的感覺。甚至還有設備齊全的廚房可以自己下廚。不過我們肚子真的太餓了，所以放完行李之後，立刻就出發前往民宿主人推薦的在地名店。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吃这個我們晚上住宿的地方，老闆娘推薦的波福港附近的很有名的在地拉麵店。擔擔麵呢？那菲萍點這個是油そば，我是つけ麺，那我是冷やし擔々麵，裡面有很多的冰塊，看起來就超級適合夏天。那這一間店的特色呢？聽說他們這邊豬厲害嘍。沒錯，青州大島的放牧黑豬，聽說它就是吃明日葉還有山茶花的油長大的大島純豬。對，沒錯，在地的品牌豬。而且我們的這些湯頭裡面都有加豆乳，蠻有這個日式風味。那整間店也很時尚文青，走進來呢，就感覺老闆有這種潮人的感覺。所以我覺得算是波福港這邊呢，很適合大家來訪的一間店，推薦推薦。那我們趕快來吃吃看。我在吹它哎，明明就是冷的。我覺得很好吃，它的這個大島豬的香氣整個融合在它的這個冰涼的湯頭裡面，一口下去超級香濃。我的沾麵一吃下去是滿滿的那個魚介的味道，很濃郁，很好吃。我的油soば呢，它的麵條是偏硬的那種，正合我意。他喜歡有嚼勁的食物，但我不喜歡那種泡爛的，然後它很硬很 Q 彈。來試一下這個大島豬，好大一片哦，叉燒。超級軟嫩，就是一咬下去就分開了。所以我覺得這家店不止好看之外，還很有水準。而且我有發現它有一些晚上的一些下酒菜啊，可以點。所以如果大家住在波福港的話，晚上除了可以逛超市之外，也有很多好吃的這種美食，可以來試試看。现在來到這個馬瑞馬董這個地方呢，就是波福港少數的比較大型一點點的超市，但是我覺得裡面賣的東西還是很有吉摩多的感覺。我們剛剛看到收銀台是非常
小，然後非常復古的那一種。而且你看菲比这什么要買吧？大岛牛乳拆，还有显乳器，你看这是什么？这你要买回去当伴手礼吧？没有，这个是要买给社長的。大家如果跟我們一樣住在波福港的話，有想要買一些伴手禮的話，推薦這一家店給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大家早安！早安！我們昨天住在波福港區，那我們現在在劍琴台呢，是可以看到整個港灣了。對。但昨天晚上呢，其實有點下雨，然後現在天氣有點陰陰的。天氣好來的時候，一定超級漂亮。我們祈求趕快見晴吧。怎麼我們一來到神社，好像天空又要放晴了？謝謝神明。好，那我們現在又來到這個波福港灣旁邊呢，這邊有一個波布比咩命神社。聽說這個神社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對，它是從平安時代就有的，然後它是伊豆大島3大舊商社之一，非常有歷史。哎，難怪，好像我們昨天住的那個民宿裡面，民宿老闆也有在祭拜這個波布比咩命。那其實這邊主要祭拜波布比咩命女神呢，她是這個3島大明神的後妃，所以呢，來這邊也有很多人會來祭拜姻緣啊，或者是家庭和諧。但其實什麼都可以拜，而且聽說他們那個要參拜之前也有很特別的一個儀式，是嗎？哦，沒錯，以前的人不會去水社洗這個淨身，他們會直接去旁邊的海水裡面就洗手啊、漱口，然後再上來參拜。哇，好在地的方式哦，真的就很有港灣旁邊的神社的這種風情。而且我覺得住在波福港灣附近好像也不會無聊哎，比如說有老街啊，還有這邊的波布比咩命神社，還有我們剛剛的那個劍琴台，3個包一套，對，很讚哎，很。然後還有我們昨天晚餐，其實有很多美食都在這邊，所以呢，我覺得住宿的話，大家可以選擇住在這一區。好，早午餐我們來到這一家，在我們昨天吃晚餐的對面，這邊有一家叫做鯛魚燒島津飯店的店。哎，好漂亮哦！這該不會是菲比很愛的這個獵魔女團要出動的套餐吧？看起來超像抹茶，但它不是抹茶，是明日夜。對，出現了。好，那它就是專門賣明日夜鯛魚燒之外呢，還有賣這個明日夜的剉冰。那我們先來吃吃看冰，好不好？好。魚是要游去哪裡？蠻好吃的，我覺得明日夜的味道其實有點像艾草。因為其實前幾天吃到明日夜，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喜歡。它放在剉冰裡面，我覺得非常的清爽。我覺得它很適合跟這個紅豆搭在一起，比較適合做甜的。對，吃很多日本的剉冰，我都蠻怕是超甜的那種，吃不完。但我覺得它完全不會，就是我覺得一個人也可以把它刷掉。它裡面也有添加這個大島牛乳，所以吃起來有一點奶香奶香的，很讚。那也很好奇耶，趕快吃吃看你們那個鯛魚燒什麼味道？我點的是楓糖起司口味，看起來太醉了，很像卡士達那種，整個流下來耶。快吃吃看。其實我原本以為它是康師的那種 cheese， 但它是這種流心的，然後它的皮呢是非常的 Q 的那種，哇，好 Q 彈哦！它已經整個這個口味呢，它叫做麻芝士巧克力口味。它那個巧克力是有像籽一樣一顆一顆的口感，有一點像花生顆粒的口感，然後加上吃起來是巧克力的味道，然後加上外面這個麻吉麻吉的，我覺得很搭哎，很好吃哎。今天大家可以來這間店，就在我們昨天吃的那個晚餐對面，來這邊吃早午餐很不錯哦。
watch you as you drive. Do you know I'm looking? 好，那大家也知道伊豆大島就是火山嘛，那有火山的地方就有什麼？溫泉。沒有錯，所以來到伊豆大島呢，一定要泡一下溫泉。但是呢，如果住溫泉飯店就比較貴。那後面就有一個這個可以日歸，不用住宿也可以泡的溫泉，它叫做園丁冰的湯。而且它有個超厲害，就是它是海景溫泉。對，而且剛剛老闆超級熱心，因為你今天太熱了，所以我們決定沒有要泡。但是老闆還是很熱心的跟我們介紹說，就是裡面天氣好的時候是可以邊泡溫泉邊看到富士山，然後還可以看到就是伊豆半島啊、伊豆大島這一邊的整個環境超級漂亮。重點是這樣才300塊，大人一位日幣哦。超級便宜 ！Oh my god， 比我去那個市立游泳池還要便宜，超便宜的。那它是男女混湯的，但是所有每個人進去的話都要準備泳衣。那如果你忘記帶泳衣也沒關係，那它裡面就可以租泳衣。所以蠻推薦大家，如果有來園丁港一帶，或者是像我們一樣要去搭船之前呢，就可以來泡一下湯，看一下景，還可以看夕陽哦。最後一站，我們來到園丁港旁邊的這一家米尤西，它其實是一間咖啡店兼名產店，所以裡面有賣很多這個大島的特產的一些很適合帶回去當伴手禮的東西。歐米亞給。那來到大島呢，其實一定就是要買的就是這個大島牛乳嘛，相關的產品。那我們剛剛也買了一大堆，已經買了，對，手速很快。推薦大家買這個是有開業100多年以上的。等一下，我等一下，這個島風，這個島風。每一間店最熱賣、最有名的就是這個大島牛乳煎餅。對，聽說它已經開業超過100年以上的歷史，在島上必買的就是這一顆。好，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自己吃到在島上很好吃的，也很喜歡的，就是這個海苔。加一了。對對對。那其他其實大島也有很多很厲害的東西，像是它這邊最有代表性的大島春油，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就是拿來做髮油啊或護膚油都很適合。還有這邊產的海鹽，大家如果在園丁港搭船之前呢，不用忘了直接走過來對面這邊，走路2分鐘就到了這間店。這間不只是咖啡廳跟伴手禮店之外呢，看到我後面這個什麼？腳踏車。沒錯，如果你想要熱血在大島上面騎腳踏車的話，也推薦大家可以來這邊租腳踏車。我們2天1夜的行程結束了，那我們等等要去搭船了。想不到啊，東京也有那麼自然、那麼讚的離島真的小小一個島，然後有火山、溫泉，還有沙漠，就超自然的。然後像我們現在是夏天來，所以的觀光都是比較夏天的行程。其實冬天來的話，還有山茶花可以看。如果想來東京的人不想要再逛街，想要遠離都市的話，很推薦來伊豆大島哦。那我們會再繼續介紹生日本給大家。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我作為新人歌手出道啦，現在已經發布了 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 3首歌曲，接下來也會繼續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縣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遊資訊，請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們哦。那我們差不多要去搭船了，喜歡我們的朋友們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那記得分享哦。那我們要去搭船了，快，拜拜，拜拜，我們走不同邊。